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黄运成。首先来为您介绍这一节国际话题的来宾，第一位是我们的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以及前立委李胜峰。运成好，大家好。好，格陵兰的问题吵半天呐、现在呢，3个当事人是终于开启了协商了。哪3个呢？那就是美国、丹麦还有格陵兰，举行会谈了。那么法国总统马克宏也说了，说呢这个争议啊，对欧洲敲响了战略警钟，还说呢，欧洲自此呢都必须聚焦于维护欧洲自身主权，对北极的安全做出贡献。同时呢，欧盟外长也警告了说啊，欧洲很明显的已经不再是美国的战略核心了哈，欧洲不再是华盛顿战略规划中最重要的核心位置了。那么当前的局势转变呢，是一种结构性的变化，并非短时间内就会结束的现象。意思就是川普下台了之后，美国也不会重视欧洲吗？好，不过现在啊，很多的欧洲的盟友都已经觉醒了，知道美国实在是不可以去太依赖了，所以怎么样？去找中国来谈生意、谈合作。我们来看到啊，现在呢，英国首相啊就去拜访了中国，而且想要把握中国市场哈。那么施凯尔怎么说啊？施凯尔说啊，中国是全球舞台上的重要参与者。英国必须要与中国建立更成熟、更精致的关系。那习近平也说了，说陆英关系历经了曲折反复，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陆方也愿意去发展长期的战略伙伴关系。那么施凯尔甚至啊，直接在他的社群上面发文哦，说我来中国就是为了带给英国人民福祉，哇，讲得非常的好听哦！而且呢，他还带了很多的英国商企呢一起来到中国。那现在呢，英国首相施凯尔啊，他还特别现身在北京的三里屯首餐呢去打卡了一个云南菜哦。来看到啊，他甚至还是用这个点餐了之后呢，餐厅的工作人员呢是送上一个写着马上腾飞的中国新年祝福纸马，一同来合影留念那他也特别用普通话说谢谢来回复。但是呢，这个英国首相呢，他刚到北京呢，就马上怎么样，马不停蹄的要去谈生意啊，而且他就召集了这个豪华的商界天团一起来开会，而且还说接下来大家把握，因为呢，这是中国给的机会，我们一定要好好把握哦。那有谁去呢？好多的英国企业像是阿斯特、捷利康啊、渣打集团啊、汇丰集团啊，还有英国航空等等的等等的这个50家的企业还有机构呢，通通都去了。那这个也有一个文章就显示了说啊，施凯尔访华有一点不一般今天英国首相施凯尔正式访华，一直停留到1月31号。此行呢，明显是以经济议题为核心。那如果说过去几年中英关系呈现一个政治先行、经济退位的特征，那么这更像是一次经济先行、政治降噪的一个重新排序。哇，英国真的是访华挺华，完全没有在掩饰的。但要知道英国当初可是关税日第一个跟美国谈成关税协议的国家结果现在呢，率领一大堆企业巨头去这个中国那么学者也说了，面对地缘政治的博弈、关税壁垒等压力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呢是寻求打破单一化的外部依赖，都探索对中合作的一个更多的可能性。当然除了英国之外其他欧洲国家也是，以及在美国上面的加拿大更是那现在呢，这个美墨加的贸易谈判前夕呢，财政部长贝森特就看不惯塔尼了就出来呛瞎了说如果是我的话呢，我就不会在美墨加协议谈判之前呢，为了捞取廉价的政治筹码而到处找架吵那卡尼在北京签下的那一笔，为什么让川普彻底的破防了呢？其实就是因为随着这个多极化的发展，美国也很担心它最重要的战略后备箱会有自己的想法。美国先是绑架加拿大的钱包，控制着它的出口路径还有金融命脉。那加拿大呢，则是绑架了美国的脊梁掌握着美国再工业化还有军事扩张所需要的一些底层燃料还有原材料。结果现在两边的关系搞坏了吧？那你这样子战略后备箱就跟你出走了嘛。
啊。那现在呢，卡尼的一番谈话呢，也被事件看到了。印度的驻加特使就说啊，印度方面也认为卡尼正在为加拿大塑造一个更具自主性的一个国际角色哦，不再将加拿大视为是美国小弟了哦。卡尼真的是大伟了哈。但是呢，格陵兰啊，我们过来看格陵兰这件事情呐，你真的是格陵兰。这件事情让欧盟大家都觉醒了吼，那你川普你还有盟友吗？我们请教亮哥。格陵兰跟欧洲没有关系了，我估计是美国、丹麦、格陵兰三方的会谈坦白讲，欧洲也没有那么多心思来搞这个了，他搞欧盟内部的问题就搞不完了。那这个当然还要再看啊，因为川普说他不会用武力去攻打格陵兰所以就变成愿意用协商处理嘛，所以要让子弹再飞一下啦。不过我觉得那个五眼联盟的 Anglo-Saxon 最有代表性的国家是英国我们知道这个顺序是澳大利亚先跟中国大陆恢复经贸那个阿班尼斯，那接下来是卡尼加拿大，那现在是英国，这个是跟美国有外交上的特别关系的国家而且也讲得非常决绝我觉得也被卡尼那个达沃斯演讲鼓励到了就是第一个事实上他有派一个经贸团队去香港，然后带了大概60个代表一起去北京跟上海，其实这个非常有意思为什么特别去香港？我认为最大的突破点应该就是金融服务业，英国事实上在全球金融还是占有相当的分量那中国不信任美国嘛，觉得你用美元会来搞我那英国会是一个很好的取代者，因为它金融真的蛮强的，所以我估计这次英国跟中国在金融服务业应该会有蛮多合作的空间那其他我是觉得差不多了。没有那么突出了因为英国真的最优秀的就是文化创意产业跟金融业，那文化创意产业也有趣可是毕竟那不是中文嘛，所以还是有限那金融服务业，我认为为什么还要去上海，这就很清楚了而且选这家餐厅很有意思，云南菜，又是联准会前主席叶伦去北京必去的餐厅这家餐厅叫做一坐一望我没有业配没有，它就是专门是菌类的专门餐厅吃菌子吃素的叶伦每次都去这一家三里屯很有名的餐厅是不是也意味着我们就是来谈金融问题的不过这个我跟你讲，英国来访之前，中国大陆还对他放话，说那个伦敦的超级大使馆你一定要通过，不然会有变数。结果坦白说了，那个史塔默还取了一个，你们现在应该用他的中文名字了，叫施季贤嘛，他取了一个中文名字来的本来我们就让他史塔默，那台湾翻成史凯尔是有点怪了，因为他是 Keir Starmer，所以应该是史塔默史塔默他基本上在伦敦是排除万难通过那个超级大使馆，因为听说他的地下有208个房间，所以非常多英国的反中力量集结抗议，说到时候一定会变成欧洲的基地了。就它就是一个超大的大使馆。那中国大陆绝对不是只为了英国，也为了经营欧陆所以到时候会派蛮多人到伦敦这个超级大使馆那是铸币厂改建的，那个占地非常的大。那中国大陆在英国大概有7个单位，他把它全部都合并到这里。这个其实是蛮大的事情。所以有在英国让步的部分，好，你过关了，然后让你到中国，那中国可能有一些市场要对它开放。其实英国在卡麦伦的时候，曾经跟中国有过所谓的黄金时代啦，结果后来就碰到川普第一任，还有新冠肺炎就搞砸了嘛。那结果本来要盖核电厂，停了，那个核电厂也蛮大的。所以我觉得看英国自己啦，愿意自己开放到什么程度啦。
那加拿大的卡尼做动作是蛮大的，所以现在对照着看吧。不过现在啊，英国的动作真的是非常多，而且非常的说，谢谢中国给我们这个机会，要大家赶快把握哈。盛峰委员，我想这一段呢，可以讲2个重点。对，第一个重点呢是闻名世界的羞耻，就是美国。各位想想看呐，这个呢讲了大半天，3边会谈里面，那丹麦说我画了一条不可逾越的主线。你知道，当我看到这一段，我想到的是什么？一个对一个人强暴的人，那个被强暴的人说：“最后这一点你不能碰。”但是我就是要强暴你，只是最后这一点你不能碰，我就是要抢劫你。那个被抢的人说：“你什么都可以拿，就是什么玩意儿你不可以动。”这是一个现代的文明社会吗？这是2次大战以后以主权国家为主的社会里面所可以看得到的世界吗？那么整个欧洲面对这一件事情，我也要讲一个很难听的话，只能说不能做，什么也做不来，因为你几十年来你的安全、你的保障，你是跟整个的美国是扯在一起、关在一起的。这是第一个，我们从格陵兰这里，我也倒很想问问，喜欢跟美国站在一起的台湾的民进党，高举台独的、捍卫台湾主权的人，请问，当你面对这一段的时候，请你们表个态好不好？有人说你不要给他出难题了，你平常给我们出难题太多了，今天我给你出一个嘛。第二个，不管是加拿大，不管是英国，不管是法国，目前面对美国的大棒啊，这一开始我就讲用台湾话讲呀，这个插头为共西专征头啊，就是这个样子。那么呢，每个人都打得乱七八糟的。那这个时候呢，发现欧跟美是要拆开的。可是呢，大家也需要冷静的看，这只是政治撒娇，而不是真正的转换。为什么撒娇？因为我本来跟你很好，我也认为你对我很好，结果没有想到你这个家伙不是这样子，所以我这样告诉你，你要这样子啊，那我要到中国去了哦。我认为是一个政治撒娇，但是虽然不是马上转变了，但从国际政治角度来看，它是在进行了一个很明显的质变，关系之间的质变。这个质变里面，不管卡尼在达拉斯的讲话也罢，那我们来看看，就以看看这个凯尔所讲的这几句话：中国是全球舞台上重要的参与者，英国必须与中国建立更成熟、更精密的关系。呼吁呢，所有的厂商必须把握这个千古难逢的机会。然后最后，既然说这个什么时候看到西方的五眼联盟的人会说，我来中国是为了带给英国的人民福祉。所以我们就几个指标来看，第一个，中欧的贸易谁定了，这个会不会重新恢复起来？第二个，我们也要看另外一个问题，会不会产生就是当时在美国的施压下，英国所做的，包括要拆除5G，包括核电厂，包括所有的双方之间曾有的合作啊，会不会再出现？这个是我们可以看的。那么还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可以给大家做参考：美国霸权的嘴脸呢，除了你在格陵兰看到之外，你在加拿大身上也看到。加拿大卡尼之所以会回嘴，为什么？因为一个扒对吧？他已经被打了，打了之后他只不过说我打了，我告诉你，你不可以这样对待我。美国的回应说，你怎么可以回嘴？我想这一些等等种种的信息，都在告诉我们，这个社会、这个国际政治、这个国际社会正在快速的转变中。川普真是可以号称川建国，因为他对中国显然有很大的贡献。对内促使了中国必须自力更生，对外呢，终于把中国抬到了一个必须让欧洲等这些美国固有的盟邦怎么样子来重新思考，要如何的面对中国的态度，以及来重新掂量中国的角色。所以各位呢，从这里可以看，世界正在巨变中。我担心的是
不变的台湾，因为台湾面对这个机会还是在抱美国的大腿。当世界在转向了，还在那边讲民主价值，只要你看看格陵兰的命运，你就知道民主价值是什么。这也就是卡尼所一再讲的，从今天起，我们必须中等国家的联盟，那就是只有利益，那么 case by case 来决定我们的关系，不再是选边了。对，我们台湾也不应该选边哈。来，念老师。好，刚才我们这么讲那个质变，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质变。川普呢所做的整个动作，让整个世界的新秩序真的是物极必反啊！那你刚刚讲说，这个我们讲 Skyler 哈 ，Skyler， 那我们讲这个他叫做 Sir， 刚刚讲 Starmer 才是真正的翻译了啊，大家都是 last name， 只有他这个名字比较特殊哈，这个整个这个英国首相过来。那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说，是谁给了世界这个机会？是美国给了中国，中国就给了这些所谓的国际的这个中等以上强权国家的机会。那我试想一下，这个国际间，我们不要讲国际，一般人呢、假设一个人非常有幸福，已经很幸福，他有很多的机会，那你现在有很多资源，要给他机会，要给他幸福，你给得出去吗？给不出去。这时候在整个国际间看得非常清楚，川普呢把大家逼到没办法了，逼到人家的幸福不见了，幸福福祉不见了嘛，要不然 Sky 怎么会这样讲？机会也都被拿走，都没了。这时候呢，刚好中国呢底气够，而且已经升华到了一定的一个 level 之后，他开始呢一直要在全世界从“一带一路”开始呢，一直给全球幸福与机会。刚好美国给了他这把枪，让他有了机会，给了全球其他中等以上强权的这个幸福还有机会。那刚刚讲到说没有错，其实不止卡尼，所有的国家基本上所有人都讲到，他们觉得中等以上强权这些国家必须要有somehow的一些合作，因为有一个最大的霸主就是美国，如果都不合作，美国可以一击破了。这些中等以上国家只要不合作就没有未来。好，各位看这次真的是谁最先发难？我讲中等以上这些强权国家，第一个呢就是马克宏嘛，在12月3号到5号。他先过去了，他带了谁？他不是带政治人物，他带了商业大佬、商会的会长等人去。当然，他第一次去，美国有对岸大陆有大陆的考量，并没有给到他所有该吃的糖吃。所以马克宏回去呢有一些怨言，但是呢，商炮也知道只有中国会给机会。再来呢，就是10几天前，我们都知道卡尼去。那卡尼是什么样的人？大家去分析一下就知道。这个60岁的人，他非常之优秀，哈佛的学士，牛津的硕士博士。那还不止，他在欧洲当过所谓的金融稳定理事会的主席，而且做过欧洲央行主席、加拿大央行主席的这样的一个这么在学历背景、经历背景这么强的人。他所走的路线都是稳健的智慧路线，跟这个川普的所谓奸商的这个路线不同。因此你会发现，他也让这个加拿大开阔了一个新的机会和幸福啊。那大家都知道这个限额的这个电动车的进来，以及这个油菜籽的问题。这一次斯凯尔英国代理也是商会大佬，当然非常清楚，他就是看准了未来英国必须要有好的生存利基，生存最重要。所以呢，他说这一次他去就是要给英国人要有幸福福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英国这一次跟中国应该会somehow会有不错的一些很好的一些收获。川普不断的把其他国家给推向中国，但他现在还可能会出兵伊朗吗？我们现在看到了五角大厦的披萨指数又飙高了，就是在28日的傍晚6点45分，五角大厦周边的多家披萨店的客流量异常激增啊，远高于平日水准，这让大家担心说，每次这个披萨指数一高的话，就有战争要发生了哈。现在呢，庞大的舰队也逼近了，川普就扬言说，如果你伊朗不放弃核武的话呢，下一次的袭击会比去年6月的午夜重锤还要更惨。那么你的伊朗呢，肯定就会被重挫了，所以要敦促你赶快去达成放弃核武的协议。而且现在这个林肯号为首的一个庞大的舰队呢，也已经正驶向伊朗了。那么川普下的最后通牒呢，就是要劝伊朗坐回谈判桌。不过伊朗呢还是没再给你怕甚至警告说如果美国对伊朗发生任何形式的这个军事攻击的话，那么德黑兰就会视为全面作战，立刻对
以色列的特拉维夫核心地带展开前所未有的报复性打击，并且伊朗外长也称了说呢，伊朗的武装部队已经做好了扣扳机的准备，随时会立刻有力的回应任何来自陆地或是海上的侵略。那对于这个两方一触即发现在中国的驻常联合国代表也说了，说呢武力无法解决问题，军事冒险行动呢会让中东来推向深渊，就是因为这个不确定性太高了，所以现在金价呢是一直在涨啊，现在已经飙破了$5500大关了。而现在川普的一句话呢，还让美金暴跌。川普那句话是什么啊？他说就是美金暴跌其实是对这个美企有利，而且还暗示说他可以操弄汇率。对此贝森特就赶快强调说，美国始终是奉行强势美元政策，并指呢美国绝对没有干预日元汇市。结果美元指数呢是上涨了0.4%，而现在说到这个经济啊，川普快要期中选举了嘛，所以呢他就提前来启动造势，而且还主张说自己的经济状况很好结果是怎么样？结果他在首站来到爱荷华州造势的时候呢，就被民众给呛瞎了啊，而且还试图要打断川普吹捧自己的演说。结果马上被维安人员给带离了。那么川普就说你是拿钱办事的。除了经济的问题，民众听不下去他的吹捧之外，还有这个移民政策的问题也是闹得很大。而且现在呢，还被发现说美国 ICE 呢在明尼苏达引爆了人脸辨识的一个风暴疑似呢探员利用一个手机 App 绕过了多重法律灰色地带，可以对民众来进行即时的脸部扫描，来进行身份比对耶。这个没有隐私权的问题，没有个资的问题吗？那现在美媒也报道了，《纽约时报》说呢，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怎么样？执法人员的武器是经过无数次境外近距离反战的反复调试与完善，通常只配给这个特别武器和战术小组以及人质救援单位的。结果没有想到呢 ，ICE 他们都是持这些武器。而且现在呢，美国的民主党议员就在这个批评 ICE 的时候呢，竟然也是遭到了这些激进的民众去泼洒臭液他在讲说 ICE 无法改革，无法挽救，我们必须要废除 ICE 的时候呢，就有一名人员冲上讲台，大喊要他辞职，而且还泼臭液。那么川普呢还说什么移民要证明你自己是热爱美国的必须要感到自豪的而不是像这一名议员被泼这个臭液的议员那样子连议员川普都可以来反酸了但是他这样子的移民政策是已经造成了国内很大的分裂的。另外我们来看到了这个伊朗的问题，美国真的有可能会动手吗？请教亮哥。我觉得都是极度施压啦，然后伊朗也有极度施压伊朗就是伊朗说，伊朗列出那个川普竞选的时候，在 Pennsylvania 被打到耳朵那张照片，然后国营电视台说这次会打得很准，所以也是在极度施压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啦，因为伊朗这个总理他本来是卫生部长，这个人是亲美派。或者我们简单讲叫改革派啦他当然会去跟美国谈所以是极度施压中，双方都极度施压，是有人在谈，总理就去谈那你要叫伊朗要放弃核武，伊朗现在没有核武到底要放弃什么？没有偷偷的核武吗？如果有，早就被查到了嘛。上次美国还去炸，不是我再偷一下，那美国不是先前已经炸成功了吗？对啊，自己打脸自己，那岂不是没有成功？无业重锤炸失败60公尺，没炸到80公尺。我跟你讲这个东西，要么就是自破其短说没成功，那你现在目标就很清楚就再去炸原来的地方再炸一次。可是显然不是这样了，我觉得是这样啦，因为当初退出伊核协议，对不起，也是你川普是不然本来奥巴马签了嘛，那结果川普你2020年就下台了，结果拜登也没敢回去了，结果2020到2024，伊朗当然有进度所以那个浓缩本来是3.67，他现在大概做到60了，川普的意思大概说你给我退到原点，哪有这回事？哪有这样的？而且坦白说，那个伊朗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发展出无人机嘛，超音速导弹嘛，所以他现在就比较强势了，就是说
我没有要做核弹啊，我也还没做成，我浓缩度大概60，可是我怎么可能回到3.67嘛？这个就不合理的嘛。然后说什么你要恢复到你原来的那个武器的程度，那我无人机要放哪里啊？超高音速导弹送给美国。所以伊朗也讲大白话，说我现在有2000枚导弹，大家就看着办吧。那当然美国有可能去打啦，可是你不会达成政权轮替的目标嘛？那这样打有什么意义？所以我觉得川普现在真的是会紧张啦，因为很多经济的迹象并不好。川普那天是说美元可以贬到90，现在美元指数已经因为川普已经跌破95了，从98一路往下跌啊。所以我们台币事实上是在升值啊。所以你说这样，那老百姓关心的是经济问题嘛？然后这个非法移民的驱除，结果你杀了2个人都美国公民，搞什么鬼啊？都在明尼苏达啊！现在民主党已经火大了，说要把 IC 的预算给冻结了，所以政府再次被关门的危机又来了。对，而且目前啊，民意连共和党的人都觉得 IC 执法过当，所以本来驱逐非法移民对川普是加分啊，现在变成负分。而且自己人都不挺他了哈。我们来请教盛峰委员。他第一任的时候就把伊核协议给废掉了，本来那个协议是除了美国之外呢，欧俄啊几乎都有共管在内。对，所以当时要是废除的时候，欧洲跟俄国是很反对的，但是他硬把它给废除。那废除了之后，那既然你废除了，那我就不受管理了，我就当然自己来发展了。那到现在呢，你又用这个理由要来打我，所以要废的也是你，要打的也是我，那到底你是啥玩意儿？所以今天美国啊是一个头8个大，但是我认为美国今天最大的问题是内忧远远大于外患了，因为外患它还有足够的精力，一种威慑力可以压制，但是它的内忧呢，现在是已经到了很难去处理的地步，真的难有能力解决内忧。它的内忧简单看起来就3个，第一个呢是社会的分类跟对立啊，我到现在为止我找不出任何的迹象，美国的分类对立啊有缓和的迹象，而且是越来越严重啊。第二个呢是它的整个的政治感受的那个纳粹化越来越强，不只是川普的作为，一个 ICE 的作为，让整个的美国傻眼之外，全世界也傻眼。公权力有这样行使的吗？公权力有这样的搞法吗？就公权力的行使拔枪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因为你受到生命的威胁，你的执法受到严重的指恶啊。可是这2起的命运都没有发生这样的现象啊，连冲突都没有发生。整个的社会是什么感觉？那整个的美国政府对这件事情是冷漠无情，而且还力挺到底。那你不觉得不是纳粹化，自然是什么？美国以后还有什么资格当人权的教师爷，要在全世界人的面前对别人指指点点呢？我想这个机会大概也没有了。第3个呢，除了政治社会的民粹化、政治的纳粹化，那经济呢，现在出现很严重的虚耗啊。先不要讲美元的霸权，让大家的感受是什么？是一个你负债这么高的国家，再这样下去，你有什么方法解决你的债务危机？没有人能说出个所以然啊！而且看到债务啊，还不断的要去增加啊。另外的通膨，你可以看到他在达沃斯论坛在欧洲的面前讲的多嚣张啊！我的通膨没有了，我的这个就业很好，我的经济成长了，哪像你们欧洲这个样子？欧洲人听得简直快疯掉了。那事实上真相是如此吗？真相不是如此啊！美国的内忧远远比外患更严重，而且他是没有能力解决这样的内忧。所以在这样的情境里面，美国还会怎么办呢？
我们就看吧。世界上由盛而衰啊，正在美国的身上，我们看到了。所以说美国的内忧很难解决，于是就要去打伊朗了吗？我们来请教聂老师。对，美国的内忧的确很严重。我们在美国待过都知道，虽然他们有种族歧视的一个委员会，有种族歧视部门，只要你被种族歧视 discrimination， 马上去告那个欺负你的人，可能就会受一些惩罚，所以甚至会判刑。但你会发现，你没有办法改变这个事实，白人歧视黑人，或者说优秀的这个人种呢欺负这种，甚至这个即便是拿到合法身份的移民者，包括那个在这个议会里面，民主党讲话这一位叫做这个欧马尔，不是一样吗？讲不好听，今天连那个奥巴马，对不对？他的肤色都可能被人家歧视。我现在要讲的是，美国这个内忧其实是慢慢叠加的。各位想一下，在拜登时期也发生过一个叫弗洛伊德事件，一个警察白人就把一个这个只是超商也没有做什么坏，就把他勒到，人家说I cannot breathe， 都不能呼吸，还把他勒死。那时候就产生了大家认为就有内忧了。现在呢是越来越严重，尤其 ICE 这个问题啊，它是不断的优点就是极限施压的移民，移民是弱者。讲不好听，他就是我还是一句话，白人就觉得自己优秀，欺负黑人，或者我们讲不一定是黑人，就各种甚至黄种人，我们在美国再优秀都变次等公民，一样的道理。所以这种所谓的内忧是不断隐藏在民心中，这个整个国情是有问题的，你知道吗？好，我们再讲外患，我们就讲一下这个伊朗好了。这个伊朗这个事件呢，我是这样看哈，你会发觉这次很奇怪，这次跟上次哈，这个在这个去年6月的时候不是。这个川普在加拿大开了个 G7 会议，突然就跑回家了，有没有？中途跳跑。会议说，我2个礼拜要决定，2天就要打这个，两个礼拜决定要打伊朗，2天就出发了。GBU-57就炸了60公尺，刚刚讲没有任何核外泄嘛，所以它还是在了，大概就是再差20公尺才有办法，所以没有打到。好，重点来了，这次它的即时威胁就不太一样哦。这次你发现它动了好久，说要2个礼拜动了吗？没有动。我觉得他现在有很多的考量，这次你发现不太一样，因为我们可能会看月初的时候委内瑞拉事件，觉得他很容易轻而易举，是一个那么完美的跨国元首绑架案，不施一兵一卒就可以达到了。可是你错了，我觉得这国情不一样。第一个，两国委内瑞拉、伊朗方 size 不一样；第一个，这个规模不同；第二个，军事实力不同；第三个，最重要是情报资讯这次拿的不一样。上次委内瑞拉是收买了他的重要的会长。去怎么样？是给了一个总统呢走错了方向，故意给他这个方向，然后就很容易的直升机下来就把他带走了。这次伊朗，即便是在6月之前呢，有很多的将领或研究人员都被精准在莫萨德或 CIA 的这个资讯打到了，但这一次你会发觉有另外一个问题出现了，叫做时序也不一样。这一次的伊朗呢，他第一次已经有准备了，跟上次不太一样了，就是你的情报单位他也防得比较仔细。第二个，情绪升华到跟上次是不太一样的。这次讲不好听点，对美国、对伊朗的整个动作，他们其实在整个民情中，当然有支持亲美的部分，但是一般民众就普遍的反美的声浪更高，所以他们的准备力量就更高。那再讲美国，他其实为什么动不动呢？我觉得他考量也有很多的考量。第一个，他这次感觉 CP 值一定不够嘛。第一个，他可能会自己战损，你知道吗？他打下去，即便林肯号过去了，你要知道，他现在2000枚这个所谓的导弹布局以后，你再怎么样跟你相关的，或者即便没有直接打到你最核心的，你旁边周边也会受伤。第二个，他还是控制着这个荷姆斯海峡，你将来还会因为你所造成的这个荷姆斯海峡如果被控制，整个人员又造成全球经济的受伤，这个是他必须担忧的。还有，我觉得这次的正当性其实也有限了，到底你是要炸人家什么？是核吗？还是核的问题吗？最后一个，我觉得最重要是在联合国，最近你去听一下，傅聪啊，就是在中国驻这个联合国大使，他讲了很多重话哦，这个也不是重话，他很客气的讲。但是委内瑞拉事情他不太讲话，因为那个跟他们的石油运运到中国有关，他们有私利的问题不敢讲。这一次我觉得他就讲得非常清楚，他很客观的讲了一些话。你如果去注意的话，他说伊朗他应该由人民自由来决定他自己的未来，美国不该用武力介入。他也特别强调啊，说依照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反对干涉别国内政。你知道他们一直在强调自己国内说他不希望有外来势力，他现在在对国际间也抱成一个好像是护主的角色，说护每一个国家主权，他暗示着美国你不应该随便干涉人家内政，所以他说。中国就讲，他要支持维护伊朗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美国不敢动的原因，就是这次也有所谓的友邦的资源呐。
中国现在呢，反倒是当起了这个世界警察的角色哈。不过我们来看到日本现在是怎么样，马上就要选举了，而高市呢也祭出了这个眼泪战术哈。他呢是在这个演说的时候说了，泪诉自己30年才走到这一个首相的地位，但是怎么样？网络上就开始热搜了，说这个解散国会不是你自己解散的吗？这个热搜变成了第1名哦。部分网友看不起高市早苗自己解散还自己哭。那么现在呢，高市他誓言要力拼这个执政联盟在国会过半。那么高市早苗也助选说呢，这个选举会牵动到日本的未来。而日媒也分析了这个众议院的选情，日经指出了说，尽管选在还在初期的阶段，但是自民党的声势确实是正在升温的哦，席次是渴望超过众院过半门槛的233席，较选前的198席进一步增加，那这就达成了高市想做的目的嘛。不过高市在辩论的时候这被问到了这个韩国统一教的文件以及这个黑金的丑闻，结果呢，高市本人呢至今没有做出说明，但是一被问到了之后，原本的微笑呢，马上就垮脸了。看到这2张照片真的是差很多，一向的微笑竟然是可以变成马上的臭脸。好，那日本的国内改选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中国现在也是不断的在对它来进行施压。那中国军号也发布了新的一个日语海报去警告哦，这是解放军的官方平台中国军号，他再一次直接用日文呢来点名日本，发布了主题海报，明确表态日方已经对地区的和平稳定构成了严重威胁哦，这是非常直接的一个讯号。同时呢，中国的海军呢也是一个完整编队呢，已经航向太平洋了哦。这个是日本防卫省公布的中国海军舰艇动向报告指出中国有4艘的舰艇呢，在27到28日相继通过了宫古海峡，进入太平洋。那这4艘呢，包括了驱逐舰护卫舰还有补给舰，可以视为是一支完整的作战编队了。那么日本要怎么反制呢？日本跟美国呢就一起来这个铁拳联合演习，而且这个范围要扩大。好，日本的自卫队宣布呢，美日的铁拳联合演习呢，定在2月11号到3月9号举行。那这个范围也要进一步的扩大，要在西南诸岛等日本多地来进行演习。那这个演习呢，也会有800多名的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2100名的海军水兵，以及2000名的日本陆上自卫队和海上自卫队，还会出动这个 V-22鱼鹰的轻转旋翼机、CH-47的运输直升机，还有 AH-64D 武装直升机，以及2栖突击车以及无人机。好，但是我们来说到这个军武的比较中国跟美国方面呢，我们就来比飞弹到底是谁比较强大，谁比较有战力呢？现在解放军呢是公布了一个霹雳17重型空对空飞弹这个重型空对空飞弹呢，长度大约是6公尺比这个 AIM-120的长度大约4公尺的飞弹还要再大。那这就可以装载更多的固体燃料，那也可以直接的提升射程就被认为呢，这是要来打击高价值的空中目标，像是预警机还有空中加油机以及在前方执行任务的一些支援平台。好，这个看完中国的这个飞弹了之后，我们来看到美国的怎么样呢？美国的这个下一代的洲际弹道飞弹哨兵计划到现在进度还在延宕因为成本失控的问题到现在还没有解决。那这一项被视为攸关美国2030年代核威慑能力的一个关键项目呢，未来的发展仍是充满了不确定性的。看起来美国自己的军力呢都有点自顾不暇了，那你日本要怎么去靠美国呢？好，我们来请教亮哥。现在高市早苗讲那个执政联盟过半，那其实他只有差一点点因为自民党就198，那加上维新会，距离过半233才差10几席而已所以给自己的任务其实不难我认为过半的几率是存在的啦那主要的原因不是因为大家觉得高市很感人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在野党太弱就好比说，民进党怎么还有40%？因为国民党就是不够强，就是这个意思我觉得是有点类似这样那因为他的民调高，主要是有很多40岁以下的年轻人支持嘛，
所以最大的变数就是年轻人的投票率。那一般估计2月8号应该是下雪了，这个对他是不好的消息啊。那另外还有以前是跟公民党联合嘛，那公民党只选比例制，对，所以区域票是给自民党，那这次没有，都是给民主党。这次给立宪民主党对，给立宪。那以前是给自民党，对那这次就给立宪民主党，所以这样会使他少10到12席。那他是不是可以经由他的民调把它补回来？就看年轻人的投票率了。通常改选的民调的那个投票率都不会太高了，而且日本的选举其实很不热了，很冷哦。所以你看他第一天帮人家站台，眼泪都出来了，急啦，心里很急啦啊，这个完全可以理解啦。那坦白说，我觉得中国大陆未来，他如果真的能连任啊，形成一个新政府，你没有撤回你的言论还是一样啊，僵局仍然在啊。而且我觉得这一次那个张又侠下台啊，中国大陆的军权会整合，未来习近平用军事手段处理外部的矛盾，搞不好会更明快啊。所以这对他来讲恐怕不是好消息啊。比如说你说一个作战编队经过宫古海峡，这没什么啊，因为宫古海峡本来就公海啊。重点是他经过宫古海峡之后再往上啊，就跟上次演习这样啊。我觉得未来恐怕是不能排除了啊，大概是这样的情况。就会变成这个中共的军演常态化啊，日本就疲于奔命了啊。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这次的国会改选啊，对高市早苗来说是一个政治豪赌吗？我们请教盛峰委员。我们就来谈谈日本。尤其我对日本文化的了解啊，一个政治人物流泪在日本不是好事，不是好事，不好。因为在日本的文化里面呢，只有恨者还有胜者的喜极而泣的泪水，绝对没有败者、弱者向人求助的眼泪。在日本里面是尊重强者，弱者是被羞辱的，败者必须要制裁，眼泪是弱者难得同情，不像台湾，台湾是上去哭成一团，有没有？那会有票。在日本，这个可能不是这样子，因为他的政治文化绝对不是如此。那对于日本这一次的选举结果会怎么样子？这个一下子我们也难以预测。我想预测这个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很简单，高市当选，中日关系只有更冷，不是水上加霜，是水上加冰。OK。那假如别人当选组阁以后，在这个态度上没有改变，这一切的施压仍然不会改变。这个我都可以在这里大胆的先做预测了，不会因人，会因政策而变，不会因人而变。那么今天中国大陆对日本的施压，除了我们看到的这一些旅游啦、经济啦，甚至军事的显摆这个 muscle 以外，现在在这是今年的1月16号啊，中国大陆对日本发了一个正式的外交照会。这个照会里面呢，要求日本要还18件的文物，而且限期要还。那其中一个最大的文物，历史上是很有关，因为在1894年，就是这个甲午战争的前夕呢，日本呢一个叫鬼九的一个，他是写了一个怎么样子从清国的身上去把宝物收刮回日，然后到了1908年的时候，他真的就把东北有一个叫做唐红炉井碑啊给挖走了，现在放在日本皇室的地下室里。这个是什么意思？因为这个是代表唐代开始，那么这一个东北是属于中国领土的一部分。那日本挖走的这个呢，就是要为他的成立伪满洲国跟918侵略日本呢找合理的借口。说这个不是你的，
那个是无止之地啊。所以现在呢，日本在这一个呢遭到大陆人大恋，而且是从来没有过的现象，18件，而且限期交回。这个呢也是给日本出了一个大难题。尤其这个呢红炉锦杯呢是放在日本皇帝的这个地下室里。所以接下来看起来中日关系要短期之内改善是蛮困难的。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好，日本国会改选，高市可能拿下国会多数吗？请教聂老师。对我这个其实高市拿到他们自己国内的一些，尤其刚刚讲到年轻人的票数哈，这个是真的是事实啊。也就是你可以看到哈，因为我们常去日本，也听到一些日本的声浪，的确让这个日本的部分明星呢，好像有回流到这个自民党这里。那我觉得哈，这样讲，其实它跟这个最近的他们的国情有关啊，就是所以保护主义的抬头啦哈。当然，您可以看到这个高市做了非常多的大动作啦，包括这个所谓的我们不管移民签证、工作签或者开一个新的公司，它的整个那个价码都提高了。当然，其实这里面不乏就是有抵制中国的一些做法，因为太多的中国在这做生意做得很成功。当然，这个问题呢，我这样比较我们台湾啊。我最少欣赏他一点了，虽然呢他这个言行呢是有点问题啊，这个讲这个台湾有事的事情。不过你知道哈，我有一个东西叫出头理论，大家应该听过。最少一个人要出头是大家把他捧上来，而不是呢你压着大家下去。各位想想，我们台湾有一个领导人是在大罢免，希望把大家压下去自己出来。可这个呢，他自己解散国会哦，这个倒是有他的智慧考量啦。他要大家从来是把他吐出来，这个是。还是可以肯定的地方。不过我觉得他的言行还是要小心，因为一旦他得罪了对岸中国的时候，其实对日本的未来绝对会很不利。我们再看一个非常重要的，因为中国不断的在秀 muscle。各位你看一下，刚刚有讲到霹雳17，霹雳17是什么呢？讲不好就空对空，它是一个重型的一个这个空对空的飞弹。各位，它的东风17、红旗17、霹雳17，每一个17你知道多英勇吗？